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又到了每周一期的科普分享环节。最近呢，我遇到一个问题，有件事想问一下大家，为什么每次打开交易所就会莫名其妙的扣钱？我今天打开了几次，每次都发现钱少了一点，有人知道吗？知道的话请告诉我一下，很急。虽然是玩笑的一句话，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当下行情的惨淡。在震荡市当中，你的加密资产是在原地踏步，还是在悄悄缩水？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即使市场不上不下，只要选对方向，做多还是做空，你依然可以持续盈利，让你的币越来越值钱。别再等牛市了，聪明的人早已经在横盘中默默积累财富。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教你如何抓住每一个波动的机会，哪怕是最无聊的行情，也能变成你的提款机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得先弄明白什么是合约交易。简单来说，合约交易就像是在看涨还是看跌，你并不是真的买入或者是卖出加密货币本身，而是通过合约去预测它的价格走势。如果你看涨就开多单，价格涨了你自然就赚钱；如果看跌就开空单，价格跌了你也能赚钱。这就是合约交易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无论涨跌，只要判断对方向，都有机会获利。而且合约可以使用杠杆，就可以使用更少的本金撬动更大的收益，当然风险也会放大，所以控制好仓位，止盈止损特别关键。简单粗暴一句话，合约交易就是能让你在熊市赚钱的神器。当然，合约交易机会虽然很多，但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。一定要记住，它并不是稳赚的游戏，而是一场放大了收益也放大了风险的对赌。具体来说，合约交易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：强平风险、高杠杆风险、情绪风险和行情震荡误判。交易费用的叠加，这些都是。所以呢，合约并不是不能做，而是要有策略，懂风险，然后会止损，学会控制，是你能够在市场活下去的第一课。那么如果想要了解合约交易呢，首先要了解三个最重要的概念：第一，做多；第二，做空；第三，爆仓。在这里呢，我会详细为大家介绍做多、做空和爆仓这三个概念的背后，实际对应的一个什么样的动作，以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到做多。这里呢，我会举一个案例啊，这个例子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比较能说事情的。难得我做了一个 PPT 啊，各位观众也还凑合看一下吧，可能文字信息会比较多啦，所以你可以耐心的听我讲。我们这边举的案例是，假设 A 有100 USDT， 那现在 BTC 的价格是10万，他看好未来的行情，所以用5倍杠杆做多 BTC。那么使用呢仅存的100作为保证金抵押给交易所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交易所会借给他杠杆乘以保证金，也就是5乘100 500 USD 等值的 0.005 BTC。 这里呢，我其实省入了一步买入的过程，就是用500 USDT 买入 0.005 BTC。 那这个买入的过程呢，实际上就是开仓。假设 BTC 涨至了11万，我们把持有的 0.005 BTC 卖出，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平仓。 0.005 乘以11万等于550 USDT， 相较于我们之前的500 USDT， 我们因此获利50 USDT， 这就是做多的一个过程。这样讲你懂吗？那接下来我们说了做多，那么就是接下来就做空了。做空其实也可以用一个案例来作为一个演示啊，那么也还是一样的。假设 A 有100 USDT， 现在 BTC 的价格是10万，他不看好未来的行情，用5倍的杠杆做空了 BTC。 还是一样，仅存的100作为保证金抵押给交易所，交易所会借给他等值的 0.005 BTC。 在没下跌之前呢，立刻卖出 0.005 BTC， 也就是500 USDT。 那这个时候呢，它价格我们就是锚定啊 BTC 还是10万了，它还没有下跌啊。那突然之间，假设 BTC 跌至了8万，为了还这个 0.005 BTC 给交易所呢， A 选择用我们之前就是卖出的500 USDT 购买比特币，但随着价格的变动，我们现在的话价格锚定是8万了，对不对？500 USDT 可以相对来说以8万的价格买入 0.00625 的 BTC， 因此获利 0.00125，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显示是这个数字的原因啊。那也就是乘一下现在的价格的话，也就是100 USDT。 那这个价格的话是以8万锚定的，那也有可能出现上涨，也有可能出现下跌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它是浮动价格。那这是做空啊。接下来的话就是爆仓，这个爆仓的话我特意用红字来给你做一个标识啊，因为遇到爆仓的情况非常非常多，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还是同样的，用这个例子来作为一个举例。假设 A 有100 USDT， 那现在 BTC 价格是10万，他看好未来的行情，用5倍杠杆做多 BTC， 所以呢，他用仅存的100作为保证金抵押给交易所，那交易所还是借给了同样等值的 0.005 BTC， 这就是我们先前讲的，一直都是在说的。
但是呢，他仍觉得有上涨的空间啊，没有选择在10万的时候高点去卖掉它。假设这个时候呢 ，BTC 跌至了8万 USDT， 为了还等值的500给交易所，可是手中的 BTC 价值已经跌至400 USDT 了，对不对？你还不到那个500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交易所会优先把你的保证金扣掉。实际上你已经爆仓了，如果出现100%的话，你就已经爆仓了。它这里的爆仓的比例换算是什么样的？我给你讲一下啊。那现在的话 ，BTC 不是一开始是10万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下跌至8万，那么也就是下跌了20%，对不对？这个比例，这个应该会算的吧？20%下跌了。那么现在的杠杆是5倍，5乘以20%，直接是100%。只要你达到100%，直接就爆仓了，没有任何机会了。哪怕后面它又重新回到10万了，你也已经爆仓掉了，你这个仓位就没有了。那交易所的话，一定会优先把你的保证金全部扣掉的，因为它肯定也不会承担你亏损的风险的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做多做空的整个过程和爆仓的原理。我们再来总结一下，也就是说，你在交易所借什么还什么。你做多的时候去借 U， 还的时候呢，也自然是 USDT。你做空的时候呢，去借其他币种，你还的时候呢，肯定是也是其他的币种。那第二呢，是借币是交易所免费借给你的。它不会收取任何的利息，但交易所会收取什么呢？它会收取你每次交易的手续费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尽可能选择手续费便宜的交易所进行交易，或者大家可以使用我们下方的注册链接来进行注册，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20%的减免。这对于我们交易和投资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很多现任观众老爷刚入币圈没多久，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，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币安、OKX、Bitget、Getch.io 主流交易所。作为新人注册，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带来的新人福利，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手续费减免折扣，赶紧注册起来，成为币圈的一员。另外，在每一期视频当中，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。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跟单链接，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亏损的时候呢，一定是先亏保证金的。你的保证金亏完之后呢，就相当于你已经爆仓了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在 OKX 交易所上面去做合约交易。放心，它是模拟盘虚拟交易，不用担心，不会花费到我自己的真金白银，也不会花费到各位观众老爷真金白银。但是如果正在收看这期视频的观众老爷，你对你自己市场行情的预判非常有信心的话，我个人觉得你还是可以值得一试的。只是要率先提醒一下，你在使用杠杆的时候呢，很可能会高收益，但也有很高的几率是会高风险的啊，所以你要自己权衡一下，毕竟了，还是要尊重一下市场的。那这里呢，很多观众呢也不知道模拟盘交易在哪里找啊。如果你是 APP 端的话，在这里点击一下右上角，然后选择模拟交易。那么如果你是 Web 端的话，点击一下交易，然后登录一下自己的 Web3 账户，然后选择到模拟交易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给大家看到，目前我们已经在了这一个模拟交易盘当中啊。不过呢，一开始各位观众也在模拟交易盘时候呢，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进入啊。在这里选择一下交易，然后这边最下方有个模拟交易，点击一下进入。进入之后呢，它这里并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交易对啊，所以你要在这个交易方向上选择合约，然后我们以今天 BTC USDT 交易对作为一个例子。然后这里呢也会有一些要跟大家讲的，一个是 U 本位，一个是 B 本位。那这个是什么样的，就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包括后文的这个当中有一个限价委托、市价委托、止盈止损，然后买入卖出、做多做空嘛。好，我们正式开始对这些名词的介绍。如果一开始初看图表的各位观众的话，你对这些图表可能会一筹莫展，就觉得它很复杂。但如果你知道这些名词的话，对你来说不会有任何压力的。那这里我们首先从第一个交易这边来看，合约这边有 U 本位和 B 本位。那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，U 本位的话就是以 USDT 或者是 USDC 作为计价单位的币种。那么 B 本位的话就是以加密货币了。那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好理解啊。那我们这边再看到，一个是全仓、除仓，一个是相对应的杠杆，这里最多可以开到100倍，应该是，但我们不建议这样做了。你就算在模拟盘的话，我们最多也以开10倍作为一个例子了。那什么是全仓，什么是除仓呢？
全仓的话，我们来给大家解析一下，就是你当前账户当中有100块，哪怕你只开了1块钱的仓位，如果你的仓位爆掉之后呢，你的100块全部都会爆仓，全部会亏完。那逐仓的意思呢是，假设你开了1块钱的仓位，如果你爆仓了，你损失的只有这1块钱，剩余的99块钱不会受到影响。说完了主仓和全仓以及对应的杠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个限价委托、市价委托和止盈止损。那这里呢，我们以限价委托作为一个例子啊，不是，我们都会以这3个作为例子啊。我们只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限价委托。我们比如说现在比特币价格是在79,794美元一个，我想要去做多它，因为我认为比特币未来的价格会上涨，但我不想现在去做多，我想等比特币呢小小的回调或者是小小的下跌一下到79,000的这个位置，那我就可以选择做多100的比特币。那这里的话价格我们就是锚定，然后这里的价格是在79,000，然后输入进去之后呢，对应的这里可以选 USDT 啊，也可以选 BTC 啊。如果你选 USDT 的话，那我们当前账户的话是可以使用很多的。那这里输入100，点击一下买入，也就是做多，然后呢，它这笔订单就会体现在当前委托当中，直到这个价格到79,000的时候呢，它会立刻进行到一个买入。那做出就是卖出和做空呢，其实就是一样的了，就反过来了。其实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说完限价委托的话，马上来到市价委托。市价委托的话就更好理解了，我们会以当前的市场这个价格作为一个基准啊，无论你下了多少个单子，比如说我们还是以 USDT 作为一个例子啊，那这里下入100，你注意啊，你这边的话输入100啊，加上这个杠杆啊，实际上是有1000的啦，你要注意一下啊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进行到一个买入。然后点击一下确认，你当下下的单子会体现在当前的仓位当中，这个仓位的具体价格标记价格啊，是以这个作为那个锚定的，它是跟着市场行情来变动的。然后在这方向上呢，你可以进行市价全平，也可以进行平仓啊，并且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市价全平，因为什么呢？它市价全平呢，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把仓位平掉，不用承担它没有亏损的一个风险，所以呢，一般推荐大家都是点市价全平的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说到止盈止损。其实我在说这个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的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储备的知识量也就不多，也反正确实是对我来说挺难的。今天已经超标了。止盈止损这个方向上呢，我只能以自己的理解，然后给大家解释。如果你觉得不太对的话，评论区当中评论出来，我会就是你告诉我错了，然后我会来第一时间整改的。然后这里呢，它分为单双向。那么单向的话就是，如果达到触发价格和委托价格的时候呢，那么就会立刻自动下单。双向的话就是设置止盈止损的触发价格和委托价格，市场达到止盈触发条件时，系统将自动按照委托的价格下单。那止损的话就会止损的话就自动取消了。我们一般现实当中的话，遇到应该是以限价委托或者市价委托会比较多啊。止盈止损的话，确实我平时很少接触得到。当然，如果有大佬的话，你可以在评论当中评论出来。那我们现在的话，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在市价委托当中开了一个单，选择到了买入？目前比特币的价格是在8万左右，我当前是在80139的时候开了一单。那它现在下跌了，对不对？下跌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浮动收益。那这里的话就是亏损啊，因为它现在已经下跌了，我选择到了买入，那肯定是亏损的嘛。那如果这个时候呢，你再以当前的这个市价，也就是80100，然后去选择到一个做空，那对应的也是一样，输入具体的一个数量。我们数额的话可以相对来说数大一点啊，1000 USDT 乘以10倍的杠杆的话，也就是1万，然后选择到一个做空。然后这里呢，当前仓位的话就会体现出来了。然后其实还是很好用的，所有的仓位的话都可以选择到市价全平的啊。然后在这个方向上重新下一个单子好了，这样更加的明白。然后这里我们也是选择一样的做空。然后这里呢就会有一个浮动收益啊。那只有它出现下跌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赚钱；它上涨的话，我们是反正是会亏钱的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